大家好，这里是肯德说。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无氧和有氧训练的次序。这是视频留言中经常被提到的问题。很多人为了增加训练效果，会根据不同的训练目标，按照自己的想象安排这两种训练的次序。那么今天我们就将这个小问题拿出来和大家探讨一下。首先给大家答案，无论是增肌训练还是减脂训练，都应该先做无氧，后做有氧。其中的原因来自于肌肉功能系统的工作原理。在训练强度的视频中，我讲过，肌肉之所以可以不断的运动收缩，是因为有磷酸原、糖酵解以及有氧氧化三个功能系统为肌肉提供能量。肌肉运动之初会优先使用磷酸原功能，当磷酸原功能不能提供足够的能量时，糖酵解功能就会成为肌肉能量的主要来源。同样，当糖酵解功能不能提供足够能量时，有氧氧化功能就会成为肌肉能量的主要来源。那么三种功能系统是按照运动持续的时间和强度决定功能比例的。好，再来看无氧训练和有氧训练分别使用的是哪种功能系统。在无氧训练时，肌肉使用的能量主要来自于磷酸原和糖酵解功能。因为无氧训练的负重高，也就是强度高，所以这决定了每组训练的时间在2分钟之内。因此在这个强度和时间内，无氧训练使用的是磷酸原和糖酵解两个功能系统，这也是无氧名称的由来。无氧训练并不是训练时不呼吸氧气，而是肌肉的能量不来自于氧气。而有氧训练负重低，也就是强度低，一般来说是使用自重，最多有个额外的小负重。低强度训练决定了有氧训练持续的时间长。在这样的运动中，肌肉的功能主要来自于有氧氧化功能，也就是训练时呼吸的氧气，因此叫做有氧运动。清楚地掌握了肌肉功能系统、无氧和有氧训练的概念，那么问题就好解决了。对于无氧训练来说，训练时肌肉中储存了足够的磷酸原和糖分，你就有足够的能量可以应付高强度的训练。只有这样，肌肉纤维出现的损伤才最大，能量储备充足的肌肉才会在训练后获得最大的训练效果。因此，好的无氧训练应该保证磷酸原，也就是 ATP 和糖分储备充足。对于有氧训练来说，如果想用有氧运动减脂，那么需要重点注意有氧运动的时间。因为在有氧运动的前20到30分钟，肌肉会使用磷酸原、糖酵解以及有氧氧化3种功能系统得到能量。随着磷酸原和糖分被使用掉，30分钟以后才会最大比例的使用有氧氧化功能。那么脂肪的消耗主要产生在30分钟以后这个阶段，因此以消耗脂肪为训练目标的有氧运动应该安排时间长于30分钟。通过前面讲的肌肉功能系统、无氧和有氧运动的概念，以及如何获得更好的无氧和有氧训练的效果，我们就得出了要先做无氧后做有氧的结论。例如在减脂训练中，如果你的安排是先做有氧后做无氧，时间是各30分钟，那么在前30分钟的有氧训练中，使用的是磷酸原、糖酵解以及有氧氧化一起功能，脂肪消耗的数量一定不多。同时在30分钟的有氧训练结束时，你肌肉中的磷酸原和糖分已经使用了大部分，这时再进行无氧运动，训练时所需要的能量储备已经不充分，这就影响了你无氧训练的效果。本身可以使用更大的负重，现在使用不了了，于是肌纤维的损伤也就变小了。可见在减脂的训练中，先做有氧后做无氧的安排是不合理的。如果颠倒刚才的次序，先做无氧后做有氧，那么两种训练都会得到最好的效果。无氧训练时有足够的能量，有氧训练时能消耗更多的脂肪。通过这样的解释，也就明白了增肌训练同样是要先安排无氧后安排有氧。讲明白了无氧和有氧安排的次序，我还要强调一点，想减脂主要靠饮食，毕竟训练时能消耗的热量数字有限，一旦训练时间和训练量上去了，基本上身体很容易进入到过度训练状态，无论是急性过度训练还是堆积出来的慢性过度训练。因此想通过训练消耗更多的热量，减少脂肪，不如控制好饮食，将热量收入的部分掌控好，这样就算训练时消耗的热量不是那么多，仍然可以出现减脂的效果。因此我建议各位，如果你的训练目标是改变体型，那么训练的安排就应该以无氧为主。当然，如果训练目标是提高心肺功能和肌肉耐力，有氧运动必然是训练的主体内容。这就是训练的专项性原则。训练的内容一定要根据训练目标出发。
好，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。无论是增加肌肉还是减少脂肪，都应该把无氧运动安排在有氧运动之前去做。这是因为磷酸原、糖酵解、有氧氧化三个肌肉功能系统功能的特点决定的。无氧训练主要使用的是磷酸原、糖酵解功能，有氧训练主要使用的是有氧氧化功能。因此，为了获得更好的训练效果，就应该在做不同的训练之前，将支持训练所需要的能量储备好。为了获得更好的体型训练效果，应该将无氧训练作为训练的主体内容。希望今天的话题可以帮到你，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